憲哥，你有什麼想要完成的心願嗎？我想要攀登我人生的第一座雪山。Let's go！ Go！ 太美了吧！现在我们前方就是山和海，现在见山海，达成。你相信你可以到達嗎？当然相信啊！有了我们库拉岗日的经驗，我覺得是帶着非常充足的準備來做這件事情的。讓我們繼續去有風的地方。風還挺大。憲哥說，在他人生過去34年中，從未體驗過站在雪山之巔的感覺。於是今年3月，我們來到了北極圈以北的挪威。這裡的山從海邊拔地而起，雪峰與峽灣縱橫交織，壯闊的風景和溫和的海拔，讓這裡成為開啟人生第一座雪山的理想之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現，我又出發啦。我現在在首都機場，然後這趟行程的目的地呢叫特羅姆瑟，一個怎麼拍都出片的地方。這趟航班中間會有一個中轉地，叫德國的慕尼黑。在慕尼黑呢，我會遇到一位我的老朋友，一會兒見。哎，這麼巧！慕尼黑又見到了誰？你剛剛飛了幾個小時？我剛剛飛了10個小時。我剛飛了14個小時，然後我們還要再飛4個小時。對，還要4個小時。出太陽嘍！我們現在正在等下一程的飛機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我們緊急的先商量一下我們的行程。上回我看大家有人吐槽說我的這個行程做得太，我覺得自我感覺良好，做得非常的不錯。挺好的呀，我覺得挺好的，我們能看懂就行了。然後這次呢，就是我大概設想了一下，因為本次的旅程共有10天，時間充裕，所以我們設立了2個目標，一個是攀登人生第一座雪山，一個是抵達歐洲大陸的最北角。但因為我和憲哥之前都有其他的工作，所以沒有充足的時間來制定更詳細的計劃。可以，就目前只有今天玩的民宿，後面的酒店都還沒有定。我覺得就是走到哪看到哪吧。我們在西藏的時候不也是這樣的嗎？是。就這樣，我們搭上了飛往特羅姆瑟的航班，那裡位於北緯69度，被譽為北極之門。下面全白了，我的天！就是現在看到的窗外的樣貌，已經完全不是生活中平常時候能看到的。就是在這麼低的海拔，但是整個身上全是雪，然後被雪覆蓋，真的是非常絕，非常漂亮。這景色太特別了。看來憲哥很喜歡。落地不容易哦，我們真的是飛了快24個小時了。歡迎來到北極之門。媽，這就是你的新偽裝。你在香港用過了。我賭你100%會在這裡被認出來。那個，你看，我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。你看那個地方有個牌兒，指着 P3停車場，上面那個是什麼 ？Kiss and fly， 什麼意思？就是送別，然後呢飛走。送別腳。對，還挺有特點的哦。那我們到時候我們走的時候，我們倆也要 kiss and fly 是吧？我們沒有，我們是直接把車就停這兒了，我們不是 kiss and fly。咱們已經坐上了我們租的車上面了。通常來到這種地方，第一件事就還是要買一些物資放在車上比較安全。對，我們現在去超市。太陽從雲縫中漏了一絲光，然後照在海面上，太漂亮了。哎，那你其實看過的大海也很多哎。對。那你覺得北歐的大海會有什麼不一樣嗎？北歐的大海有一點點冷酷，然後凜冽，就是你看到它的時候，你會有一種畏懼感。是哦，就是這種死感讓我每次很興奮。我們開了5分鐘，然後就到了我們的超市。你這個地兒總共就這麼大。購物。所以你平時會有機會自己做飯嗎？我就是如果工作不忙的時候會自己做飯。哦，那這次可以見識一下你的廚藝了，是吧？然後包括水果也可以買一下。我拿幾個橙子哦，補充維 C 很重要。我全要藍莓的。好。購物結束，要去我們住的 Airbnb 休息一下，然後呢，趁着到時候日落之前登上展陽台，靠着自己的雙腿。又第一天拉練我，拉練，必須拉練。OK， 出發。這將是一次非常不同的開場啊，旅行的開場。剛落地開始爬山。對，
其實我們都已經看到終點了但是呢，我們要爬上去，沒有那麼遠啊。對，這比北京香山都簡單啊？是嗎？好，我們感受一下。如果你也來到特罗姆瑟，那千萬不要錯過這個能夠一睹北極之門風光的展望台。通常大家都會坐纜車上下，但為了這次登雪山的目標，憲哥將初次裝備上冰爪，訓練徒步上山。OK， 然後體驗一下冰爪的脚感啊，冰爪的體驗。非常牢靠，现在每一步都非常牢靠。哇哦，感觉自己扎在了30度的斜坡上，对，超级稳啊！感觉自己无敌了，感觉自己只要是89度的斜坡我都能上。现在后面超级好看了，已经。我感觉后面那个山我以前都没见过，之前来这儿每次天气都没有这么好过。还得是跟你来，嗨。这上面有人滑下来了，哇！也蛮奇妙的，就是枯树枝中间一条雪道，这已经进入了大自然的感觉。对。而且这可不是一次普通的徒步啊，这是经历了20多个小时的飞行，落地之后放了行李，洗了个澡就出发了。对。哇，心率已经拉到157了，我还想125，身体好啊！头一次从树林的视角看到整個特羅姆瑟。我這個你看一下，其實拍肉也可以。我感覺到這兒就知道，藍調會更漂亮的。3月份的特羅姆瑟並沒有想象中那樣寒冷，受北大西洋暖流影響，這裡的氣溫常常徘徊在0度上下。雖然整座城市的人口不過7.9萬，但科研、教育和醫療都相當發達。也正因為如此，當一棟棟房屋與燈火被安放進這片極北峽灣之間時，整座小島就被賦予了一種冷峻的未來感。這邊稍微，然後冰爪上你用前腳掌踩，因為你的鞋底是硬的。OK。所以就是它可以支撐住你後腳掌，就不用着地。OK。Yes。你看這個顏色，金黃色的。太爽了！哇，這種與大自然這麼直接面對面的感受太棒了。這種痛並快樂着的感覺。痛並快樂着，每一口氣都非常的好新鮮啊！新鮮，很 fresh， 但是有一點點冰冷。但是吸進去了之後，你整個人就會清醒啊，這種感覺特別好，身體在發熱然後遠處是很絕美的風光，這才是人類想要接近大自然的方式。對啊，剛才在下面說大話說的有點多，非常好，也挺累的。我們速度是挺快的。我看到纜車起點了啊，這都看到了，就是在下一個山頭上，長得高是不一樣，我啥都看不到。翻過這個山頭就能看到纜車的那個終點了。啊，這陡啊，最後這段，看到沒？走的嗎？這個就是最陡的一段，就是這裡。Are you kidding me？ 這兒60度啊！相信你的冰爪。不是相信冰爪，我相信不了我的腿。可以的，都走到這兒了，也沒有纜車坐，除了屁醬。你要把登山杖拿下來了。好。那最後這段我就不用相機拍了，拿手機拍好了。拿手機拍，這麼美，得安排上 ProRes 了。對，已經很棒了，已經很棒了。走，真的4手連彈。我感覺下面全都是那種冰川的那種硬冰。哎呦！哎，我們就踩中間這個，別人踩過了就可以了。我感覺有點不太對。喂，哎，踩這個踩過了。馬上到了。超級美，這個超廣角拍出來。對，就習慣這種走特別斜坡的感覺。哇，那邊是極致的藍，前面是極致的粉，後面是極致的城市風光。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麼漂亮的特羅姆瑟。
加油，我馬上就到了。這是今天最後一絲紅光啊！天哪！我要特兰吊，终點近在眼前，吃了不一樣的苦，體驗了不一樣的辛酸。哇！哇！太棒了！可以帮我拍一張照片吗？啊，好，我来给你拍。谁是李先生？啊，不是，肯定是。再稍微等城市的灯光能够压住这个天光的时候，就是最棒的时候了。太美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这趟行程值了，太美了。哎呀，神奇！你看我们才下飞机几个小时啊，就能看到这样的风景。6个小时，6个小时我们干了很多事儿，真的是梦幻開局啊！這個天氣也很好，今天。特羅姆瑟的夜景讓我們幾乎忘記了時差。吃完晚飯後，我們就一覺昏睡到了早晨6點。早啊！哇哦，睡得好嗎？睡得特別好，我晚上中間都沒醒，一覺睡到天亮。哇哦，很美哦，很美啊！哇塞，外面現在還是有點藍色哎。作為一個湖北人，然後生活在北京，還是很難看到這樣子的風光的。今天我剛剛在上面睡醒了之後刷手機，說昨天晚上有極光的，然後我們今天應該是說不定還是能看見的。肯定有的。對，早晨的話，吃飯吃些什麼呢？吃些什麼？我們昨天買了些零食，麥芬、麥片、餅乾，很多小零食。我們來煎2個蛋吧。哇，哦，這樣也可以哦，先放這兒。哦，哇塞，昨天上的披薩還是不錯。烤的稍微有一點點焦。看有水果，有麵包，有碳水，有蛋白質，有咖啡。乾杯！開啟完美的挪威旅行。對。這怎麼變成吃播了？這麼漂亮的地方得吃播一下，對不對？這個麵包烤過了之後，超級好吃。啊，你看有多焦酥。得到了我麵包達人的認可。你是麵包達人。哎，那你當時出演還上演的時候，有想過會來挪威嗎？沒有。有些東西就是命中的巧合嘛。OK， 那我們馬上就要離開這個民宿了，是時候拿出我們的膠片相機。喂，你就修圖就行。我們就拍點隨意的。這次最終目標雪山位於三架島，為了減輕開車的負擔和調整時差，我們決定從東側坐船過去，所以會先在港口附近的村子裡住一晚。從特羅姆瑟開過去的距離大約是1個半小時。我們現在在半路看到了一個非常絕美的湖，它那個顏色是那種很特別的藍色。哎呦，有點滑的嗎？太驚喜了吧 ！Only you， 只有你在這個世界裡。而且這個世界的顏色有點太漂亮了。這種藍是那種可以直接進畫冊的美，只是按了一下快門，沒有任何的後期，超級的純淨。哇，太漂亮！因為通常旅行就是我們先設定一個目標，對，有了這個目標之後，你就期待途中會遇到一些什麼東西。超讚！這個算抓到了嗎？算吧，應該不算擺拍了。穿過前方的這座山，就到了我們今晚過夜的村莊。
索馬若伊。挪威就是小渔村啊，他们这边呢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种地然后养那个牛羊什么的，他们就只能捕魚。而這個地方呢，海很清透。因為緯度太高，這裡每年會經歷2個多月的極夜，冬季也十分漫長，天然不利於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。但挪威依然憑借海洋、能源以及強大的公共體系，讓這樣的邊遠之地依舊運轉有序。這邊有3個小房子，哇，特別的漂亮。再看攝影師有多少的姿勢。我這麼看也很漂亮哎。哇，好美啊！前面的呢就是森加塞尼亞島，我們明天要去的地方。明天我們會乘船渡過這個小小的峽灣，然後抵達對面。我有預感，今天晚上憲哥可以解鎖他人生中第一次看極光的體驗。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极光的範圍，是時候去見證憲哥人生中第一次看極光了。Let's go！ 我們要去追極光啦！哦，我已經看到極光了，看到了嗎？哇，我已經看到極光了，就是一整片都是綠。對，你看這邊，你看這邊，你看這邊。好強啊！現在，超強！現在，我拿手支撐在上面拍個影，太誇張了，兄弟！連成一條線了，現在。哇塞，你這是長焦嗎？對，2倍。剛才有一段時間從那個雪山背後冒出來的時候，仿佛在眼前跳舞，像是某種神跡。對。好長啊！哇，都不知道這個角度多挺。哇，特別漂亮。是啊，我把快門時間縮短了，我看看效果。大功告成，恭喜你，憲哥！恭喜！我們收家，我回家。回家！凍死了。還有什麼感想嗎？除了凍死了，就是覺得很有成就感。然後呢，看到了一個在地球上擁有，但是之前人生34年從來沒有體驗過的一個自然現象。還是收穫頗豐的。到這裡，我們的挪威之旅才進行到第2天。我以為天氣之子的 buff 會繼續發揮作用，但是第3天溫度突然升高，不僅下起了雨，就連山上的雪都化掉了不少。什麼樣的心情呢？其實還好，比較平靜，因為我們倆這次制定的行程大概接近10天，然後其實前2天已經收穫非常豐富了。天氣變化是一個不可控的因素嘛，所以還是去接受。早上也花了時間去修圖啊、鍛鍊什麼的，就是也有事兒做。啊，你去健身房了？沒有，在房間鍛鍊，那種囚徒健身，就是不是你這開始捲了？不是捲，就那看來憲哥的心情不太受天氣影響。我們簡單吃完午餐，就準備排隊坐船去對岸了。在挪威坐輪渡的體驗還是比較不一樣的，像一個
就像大巴一樣，你车直接開上去。有的地方它也不用提前買票，這可能是算它市政的一部分哈。這邊有站牌哎。站牌是什麼？海上巴士的站牌，像地鐵站一樣哎。哦。真是挺有意思哦。恭喜你馬上要坐上海上巴士了。耶。後面呢就是挪威的這個海上巴士了，它可以省我們大概4個小時的車程。挪威峽灣的形狀曲折，就像怪物的利爪一樣，公路只能沿着不斷被彎折的海岸線來修，所以這裡非常依賴船只來走捷徑。因此，輪渡也算是公路的一部分，一些偏遠航線甚至還會由政府補貼到免費。感覺這是出神圖的地方，是吧？哇塞，太美了！这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。哎呦，这好哎！哇，欢迎来到满是雪的塞尼亚島。今天接下来要去登上那個 Segla 那個地方，非常適合作為你登雪山的進階訓練。好啊，對，天氣這麼好，就是自從我們坐了輪渡到這邊來之後，感覺這邊的地理樣貌跟那個特魯姆瑟完全不一樣。現在我坐在了後座，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坐憲哥的後座呢？大家想坐憲哥的副駕啊？副駕待會兒也得有，現在先坐憲哥的這個。哇，這你都不知道這個多屌啊！真的嗎？真的太屌了，這個！哇哦 Coastline calls my name like a spirit in the dark。那在這樣的地方開車，什麼樣的心情呢？其實有點像在那種賽車遊戲裡的那種感覺，就周圍是非常漂亮的風景。And I wonder。歡迎來到塞尼亞島。好多還有新房，我的媽呀，太美了！ Go go go！ Stuck on 哇，比水水道。As I'm counting power lines. You're the sunlight on my face. 看到前面這個大大的山了嗎？啊，這就是 Segla。這個嗎？我們就是要爬到它的右邊去。哦，好 ，OK。穿衣服。看我這回就學乖了。怎麼說吧？我也一身黑。我也是。我們都是一身黑。好好 ，OK。刺客。刺客。就來爬雪山啦！你看，你的目標就是最低處的那個溝 ，OK，就在那個地方 ，OK，到那兒就可以看到像刀削一樣的這個Segla山了。怎麼你的這個衝鋒衣的牌子我沒見過？什麼牌子？就是我代言的牌 ，Prada 還有衝鋒衣？是，你們見過嗎？馬上走到正式起點了。對。真的，上次來這裡一點太陽都沒看到，有太陽的真的很不一樣。然後上次也一個人都沒有。這個速度怎麼樣？還可以啊。可以嗎？啊，那我們應該很快可以把他們超了。沒有海拔的話，還是輕鬆一點。是，因為我們最終的攀登目標很可能沒有任何足跡，所以這最後一次訓練，憲哥會裝備上簡易雪鞋，練習爬雪坡的感覺。還可以。就不怎麼滑了是嗎？還可以，不錯。通過雪鞋增大的觸地面積，能提供更多的浮力。雖然一開始可能不習慣，但這樣在沒有足跡的野雪中，可以極大的提高攀登效率。好玩，愛玩，多玩啊！這邊雪上的水崩過，你看小小的扇形，它由一個點崩的這個散開。太巧了，太巧了，可能在這裡遇見的。在這裡遇見了，我能跟你合張照嗎？不好意思，我不拍照。這樣子。好吧。冬天後悔嗎？哎呦，小心！
哎，在3月份有了陽光之後，整個世界又重回生機，這個山上的人也多了起來，就是感覺世界甦醒了。大概還有15分鐘，差不多到了吧？啊？你不是說一共只需要1個小時嗎？我感覺已經爬了45分鐘了，需要2個小時啊？哇！我什麼時候說了1個小時啊？不好走吧？哎呦，哦，快了！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塞格拉山的中間了。宪哥，你好。哦，终于见到真人，我能听到你的声音。終於聽到憲哥的聲音了。嗨，說那話。我爬不過你啊？為什麼？我腿爬2步等於你腿跨1步。哎呀，哇塞，感覺好像在什麼天空之境，面前太純淨了。不遠了，哥。還有最後的50米，來，大家跟着我的視線慢慢轉過來。哇，你的臉還照成光了！哇，我感覺我這都是 magic。哇，太陽還沒落山，現在。走到太陽裡了，太美了吧！哎，我把你拍進去。哦，來自拍一張，現在有這個光。自拍。3、2、1。哇塞，你現在也超級的高，是嗎？你在光裡，哇！这個拉練也是完美的結束了，今天是剛好上來看到金光，特別好。但是我覺得有一點不太完美，人太多了呀。對，今天人有點多。那我們下回去一個沒有人的地方。哇，又要拉練我，又要拉爆。過兩天。好。我們過兩天。給內魚上強度，我們的最終目標。其實我也沒有那麼喜歡徒步，開玩笑。OK 的了。好，今天結束。好嘞，那我們走了。拜拜。為了把身體恢復到最佳狀態，我們計劃休整1天，和挪威當地的漁民一同出海釣魚，並且品嘗特色魚湯。但沒想到這1天的經歷居然把我們引導向了另一座山。Hugo, yeah, nice camera. Yeah, I have also my Nikon. Go on board. Where do you come from? China. Yeah. Okay, it's a long way. Yeah, far from China. We are looking for now Oh, it's a bird. an eagle. It's the biggest bird in North Europe. 哦，他可能看我们拿了這個相機，就覺得我們也有拍鳥的這個需求。因為我們是來打鳥的是嗎？哎，確實是有吧。認人真準。Yeah, Here is my pictures. Yes, last night. Yeah. 看來他也是個攝影佬加釣魚佬。我們的老年生活，買一艘船，然後每天就是拍極光加海釣，看到自己的縮影。Try to sit here. Really? Yeah. 來，你試試，來，你看船吧。Really? Yeah. 李船長。See a lot of fish, you have to shout. If you have Oh, there is also a lot. Oh! To get out the line out, just use your as a brake. Yeah. 我现在放绳上，因為這個海有大概70多米深。他就是想讓它上下，然後顯得好像讓它饵在動，對吧？饵在動，對，去勾引那個魚。So how we know we got it? You will feel it. 來，後面。哇 ，so nice. I got it. 哇 ，You see? 哦，哇，直接雙竿哇，雙黃蛋哇。喂，這正常嗎？怎麼？釣上來2條。這太大了吧，哥們兒！哇 And you hold it like this. This bigger. Okay. The picture. Oh, I got it. Wait a moment, I have a rest.
好像在挪威釣魚也不是很难嘛，对吧？说这种话也不是很难，太多了，我的妈呀！所以我们在这边等待下一个 NPC。哦 ，NPC 来了，他来教我们处理鱼。其實我之前也殺過魚，就是為了拍戲，然後演一個漁夫的兒子，就是我也得賣魚嘛，所以我必須得很靈活，所以我當時就找了個菜市場，給了老闆一包煙，我說我什麼都不幹，就是幫你殺魚。然後老闆就非常善良的同意了這件事情，我那一天就殺了接近40-50條魚。我們得到了白花花的魚肉、鱈魚肉。就當我納悶這麼多魚我倆也吃不完的時候，回到雨果大爺的酒店，又出現了4個 NPC， 我們決定大家一起分享。這就是我們的魚湯嗎？哇，還有魚子啊！我看着很棒哎。OK， 就做。很好喝哎。在雨果大爺旁邊坐的是一個丹麥哥們兒，他在這裡做戶外向導。剛好聊到我們攀登計劃的時候，他建議我們現在千萬別去那座山，有很大的雪崩風險。然後向我們推薦了另一座。Very good for snowshoeing and the view incredible. Ocean, islands, everything, and you don't need to worry about avalanches. 可能今天這頓飯是為了讓我們不去那個危險的路線。對，幫我們避開了那個位置。哎，太棒了，太棒了 ！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, yeah. 終於到了正式攀登的前夜，為了好好休息，我們選了一家遺世獨立的海邊民宿，非常的私密。哇哦！住在這樣的地方還挺不錯的吧？這個地方一來就能感受到它獨特的氣質，沒有村落，也沒有人，我們晚上就這麼聽着濤聲睡覺。是啊，這也太漂亮了吧！好好看！哇，這是真的嗎？這是真的嗎？憲哥。Where are you？ 你在拍照呀？太美了這兒，好棒啊這兒！哦，開了，好溫暖，感覺一進來。好像是房東提前開了空調。我們決定呢，先不打開所有的燈，進來時候這個狀態，來帶大家 room tour 一下。哇，這就是我們選這家房子的理由。還有一個非常漂亮的陽光房。哇塞！來這邊。我們這個鏡子不錯哈。哦，這是廚房，這是餐廳。在這邊做飯得多幸福啊！而裡面挺安靜的。我們不會聽着大海的波濤聲睡着。對，我們非常興奮，在攀登前夜住在這麼棒的地方。但挪威突變的天氣毀掉了我們的完美計劃。本來明天是打算去完成我們的最終目標，結果天氣變了。對，大概中午12點會下雨。我們下午那個丹麥人跟我們說的，還給我看到天氣預報是特別好的天氣。他還說怕擔心我們明天會爬得太熱，所以臨時只能把這個計劃改掉，取消，暫時先取消，延後。然後開始我們的第2部分的旅行，前往歐洲大陸的最北端，也是挪威的最北端，叫一個叫北角的地方。然後我們開過去，大概總時長是11個小時左右。因為這個最北角應該是沒有什麼非常值得人生罕見的這種，對吧？極致的風光。對，你有沒有想過到最北角有什麼意義嗎？怎麼說呢？就感覺像是在一張白紙，然後畫到了頭的一種感覺。我覺得你回答的特別，我是有點悲觀的。雖然說這個計劃大體是我定的，但是我誠實的跟你，我誠實的跟你坦白，是我不知道我們這個路上會不會有一些很棒的體驗。明白。我也不知道那個最終風景值不值得我們花這些天去到達。明白。你的時間也很寶貴。明白。你的悲觀的點是因為你不光是第一次來挪威，那麼你可能看到過的，或者說你體驗過的已經很清楚了。但其實對於我來說，一切都是全新的。所以從明天開始，我們走的每一步對我來說都是全新的體驗。所以我沒有悲觀的這一說。
对我来說每一天我都是崭新的。对，所以你不要在我这个地方有负担。那太好了，那太好了。你不要在我这里有负担。那太好了。所以我们只晚出发。刚做完这个決定，我又查了遍天氣。如果先去北角，我們將失去等來任何攀登窗口期的機會。然後之後再回來的話，其實時間會不夠，就沒有辦法登完這個雪山。但是我們心裡還是很想把這個雪山給登。所以現在又打算放棄最北角，轉而投向我們花時間去等待這個天氣變好，然後再去登上這座山。是，我也不知道我在說啥，反正就是你看旅行它並不是什麼事都不是總是那麼順利。我主要這麼說，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這麼對你，覺得出來了，我們大老遠跑到這邊來，結果突然到了今天會發現原本對於未來幾天的想象和計劃全都打破，好像突然原來計劃的就沒有意義了，就變成了我們倆剛擱這原地查手機，後邊該幹嘛，然後查又查不出來個所以然，然後是你突然決定說啊，那不如我們就放棄去最北角，把這個時間留給我們登雪山的這件事兒。對，因為後邊看了天氣，還真的就只有16號可以，17、18也不行，19號我們要飛走。就是其實跟我之前看的很多那種攀登紀錄片受他們的一些影響啊，我要做的這件事情是攀登上這個頂點。那麼在此之前，為了等待天氣，為了等待氣候，為了等待各種因素而沒有辦法攀登，我覺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行，那我們就從此更改計劃，為了登上人生中的第一座雪山，開始等待天氣。現在外面颳老大風了，都不敢出去現在。對 ，OK。風景是好的，你就放那兒沒關係，能放。好，都沒吃過，沒關係。我們看了一下天氣，好像變好了。2點鐘開始，天氣會越來越好，然後日落是全晴的狀態。我們有可能還是可以按照原計劃來繼續去完成終極目標，人生第一座雪山。我們可以提前收拾東西，然後好了把那邊拍完了之後直接走。現在我們剛吃完飯，到了1點15分，果然就像預報的一樣，現在雲又飄了過來。這個天氣真的變得好快。怎麼樣？什麼心情？突然開始下雨了，心裡就多了一分擔憂。就不可控的因素增加了一些。對於一個 J 人來說，其實戶外是這樣的。幸好是這變大了哦。不用了，這能見度。你看。看後面藍天沒？那可以等會兒。對。那我們在車裡等吧。在車裡現在休息一會兒，等雨停。但那個藍天的後面的雲不會飄過來嗎？不會，它就是最終會全部飄走。這是趨勢，它最後會。包括後面的那個。對，所有的這一塊會完變全晴。你相信我，這個我是有 OK 有判斷的。是太陽了。藍天多了很多啊。現在我們在穿裝備，憲哥自己穿好了冰爪，馬上要穿上雪鞋，是不是複習了我們第一次只用了冰爪，第二次只用了雪鞋，現在兩個一起用。Backcountry， it's good， nice weather， 全部搞定，正式開啟徒步。我說的沒錯吧？天氣會變好吧？
心情輕鬆點了沒？輕鬆點了，哈哈，感覺你一開始就很擔心。對，擔心天氣不好。這邊是我們的路，走。像這種雪多的時候，就是我走完一步，你就精準的踩到我踩過的地方。好，基本上就是我踩完之後你再踩。好的，走。明白。我们的最终目標是這座叫弗洛比約恩的山，海拔611米，它的線路非常簡單安全，但是在這種雪況下，攀登到山頂仍然不是一件易事。他這個怎麼會穿了雪鞋還這麼陷呢？感覺跟沒穿似的。雪山是這樣的，會有各種意想不到的路況。哦，完了，變成這樣了，怎麼？你先過來吧。有點高啊，落差有點大。加油！不是，你這加油！選的路啊，真的，真的是。因为刚刚這個雪斜路它是偏的嘛，這會兒應該就不會有問題了，我們就跟着它這個走。走，怎麼樣？走在沒有人踩過的雪上面的感受？我那邊的是不是齊雲呢？我天，神奇！感恩天氣。目前到這階段，你會覺得和以往的徒步有什麼不一樣的感受嗎？就是它會更慢，它不像平常踩在那種能看得見的路上，每一步都很踏實，然後只需要到達你的目的地。雪山上走的話，每一步都是不確定性，你也不知道自己會陷多深，然後也不知道前面是什麼狀況，但是體驗感還是蠻特別的。然後因為我們之前有一些戶外的經驗嘛，所以不會有非常多的抗拒或者說是焦慮的東西。太好了，那我們繼續。你剛有回頭看左邊嗎？有啊，很棒哎。對，經過我們的努力，已經到達了這個高度。慢慢的離公路越來越遠，也聽不到什麼汽車的聲音了。其實也沒有很遠。不下雨的話，應該20分鐘就上來了。這就是樂趣。其實很多人他不會在有雪的時候去徒步的。對，你現在已經做的是少數人做的事情。我們上到一定的海拔，開始刮風，開始加衣服。起風。對，去有風的地方。風還挺大。我們走完一半了嗎？沒有走完一半，走了1/4，走了1/4。對，這個是我們的路線。我們呢，馬上就會上到這邊的小斷崖上方，然後就從左側一直沿着這個往上走，整個路線還是很清晰的。我們的山正在正前方，但是現在還看不到。走吧，讓我們繼續去有風的地方。我們的終點在哪兒啊？就這個山上。啊不，還有距離。哦，哦。對。深一腳淺一腳。繼續。哇，我能隱約看到對面的山哎，好像非常的壯觀。感覺離終點不遠了。雖然望山跑死馬，但是看到了目標了。你相信你可以到達嗎？當然相信啊！有了我們庫拉崗日的經驗，我覺得是帶着
非常充足的準備來做这件事情的。所以到了现在，看到目标就在眼前的时候，其实现在内心可能体能只有50%，但是内心的这个动力还有80%到90%。好，冲！每次在雪山上的时候，都是我最放松的时候。我们现在进入了高速公路了，现在风变大了，这个风似乎成为了阻挡我们的唯一困难。但是这一次，我选择相信，我们一定能够站在山顶。没有恐惧，没有恐惧，只有兴奋。走！真的只有兴奋。哇塞，真的只有100米。一山更比一山高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阳光来了，天哪，这出来一丝光。还走？好，走，都到这儿了。大概还有500米。还剩最后一段路，让他自己过去吧。仙哥，我就先不跟你过去了，你先自己去吧。然后呢？你体验一下。体验一下什么？无人之境。走吧。还有点距离哦。我待会儿再过去，你先走。这是我第一次登雪山，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到最高的位置。我的朋友，终于攀登上了我人生的第一座雪山。直到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，我才明白，我曾经种下这颗种子，然后實現它了，是一件多麼令我興奮的事情。哈哈，恭喜你 ！Thank you, Lynx. Thank you, Thank you. 謝謝你的陪伴。當我一步一步走到山頂的時候，遠處的景色開始奔向我，北極的風吹向我，太陽還沒有落下，遠方在下雨，每一口空氣都是真實的，都在提醒我此時此刻我正站在群山之巔俯瞰世界，我一生都會記住這個瞬間。山，那麼接下來我們要前往歐洲的最北端，北角。北角，走吧，走吧，走走。
播放周杰倫的《一路向北》。我們現在聽着《一路向北》，然後也在一路向北，去往歐洲大陸的最北端北角。哇，這種世界盡頭的感覺，很難想象路的盡頭就是歐洲大陸的盡頭了。我現在甚至都有點捨不得踩下油門，因為馬上就到了我們這趟旅程的最北點，也是我们这趟旅程的终点。纯冰面，我的天！现在在最北端一共只有6辆车，地面有点滑，兄弟。这个地方是真的冷啊！那个人旁边走的栅栏是不是？说实话，我看到他的第一眼是浑身起满鸡皮疙瘩，他真的给我一种尽头的感觉，欧洲大陸的盡頭。哇，世界的盡頭！小心，小心！我们现在终于站在了歐洲大陸的最北端，好特別啊！北角。那你現在站在這兒，你覺得來最北極點有意義嗎？有意義啊！人生，再說了，人生那麼多事情，為什麼一定要有意義呢？去體驗就好嘍。對，就像我們的生命中永遠知道這一刻站在這個地方，它會永遠存在於我們的生命。真的冷啊！才有哥們兒騎車騎過來，他太屌了。我們這一路開的都覺得外面的風嚇死人了，然後他騎車騎過來。Hi, where are you from? Italy. Italy? Yeah. From Italy to here? Yeah. Sure. By this bicycle? Huh? Are you camping to here? Yeah, I camp outside. I sleep outside. That's oh, unbelievable! 2 months. 3 months. Yeah. Why you started the trip? To try something new. Yeah. To explore. So now you're here. What are you feeling? Oh, I don't know. It's not happy, but I'm feeling good. Some peace. Yeah, I've done this journey. I've passed through a lot of difficulties, and now, yeah, I feel like something is complete now. Oh. Yeah. Maybe that. Have a good luck. Thank you. 然後他還要騎回去，他不坐飛機回去。Oh my god！ 在這段旅途中，我一直執着於追尋某種意義。我問了很多人，卻還是沒有答案。然而，就在我完成這個視頻剪輯的這一天，阿爾忒彌斯2號帶着4位宇航員重返月球。他們親眼看到地球慢慢變小，成一顆藍色彈珠。我們人類幾乎所有的歷史和故事，就發生在宇宙中這顆小小的星球裡，仿若塵埃，好像什麼都沒有意義，又好像，也許尋找答案的過程就是答案本身。我們並不擁有意義，我們只是在經歷它。